您看我光顾着跟您说话了，少奶奶和小春还在林子里呢，我得去接他们。这么大的雨，不接回不来。你回来。不用接了。他该懂懂规矩，长长记性了，不是？哎，听您的。这。 这，这，小姐，干什么呀？你们活得不耐烦了？带我走。是你呀？带你去哪儿了啊？ 带我回平城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回平城啊？这位爷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！真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们也不能这样。这深更半夜的，哎，求求你带我回平城！求求你带我回平城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求求你带我回平城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们吧！ 少华，少华，你怎么了？少华啊！哎呀，快拿水来！哎，快！这少爷，血怎么会这样？大夫，不是说有千年老参，吊气蓄闷就不至于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不至于啊，应该不至于。少华，少爷，少华，少华。 我见玉和，我不见玉和，我死不瞑目。你别再愈合愈合的了，你这是要娘的命啊！见什么愈合呀？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吗？老夫人，少华，少华，少华，我回来了，少华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不许进！ 让开！哎，不许进！哎，少奶奶，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让我进去？少华！哎，少华！少奶奶，少华！外面没有声音，外面没有声音，雨禾没回来啊，没回来。少华，少华，你别激动，听娘的，少华。老夫人，少华，躺好了，少华。老夫人，你就随了他的心愿吧，你懂我儿子的心愿呐。闭嘴，滚开！别让我为难。谁给你的权利？我。婆婆。 少爷，玉和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玉和，我就快死了，你让我见玉和最后一面。文伯，您就让少爷再见一面吧。没有老夫人的话，谁敢呐？婆婆，少华怎么样了？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你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，都竖着耳朵听着呢。你一定让我说出那些不该说的话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不让我进去？我为了求生，为了救少华，我站在雨地里足足跪了几个时辰，我粒米未进，我跟小春困在山林里，等着你们去接我。 你们不接我也就罢了，现在连我丈夫也不让我接，为什么？前头的说了，后头的说了，中间呢？中间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没有，婆婆。请你放过我儿子，不要带着别的男人的味道去见他。难道你一定让他
喝了孟婆汤，都忘不了这个痛吗？婆婆，拉下去。是。让我见见少华，求求婆婆让我见见少华，少华，少华，求求你，让我见你玉和最后一面。婆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见见少华。文伯，我来，我是外人，我不怕。让我见见少华。少爷。婆婆，我求求你，少华，少华，怎么办？哎，玉和，玉和，你走，少华。少华，我是清白的少华。我每天这样拜你，结果是什么？换来的是什么？我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，少华没有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就是这样来庇护我的是吗？你都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气你呀？你告诉我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为什么啊？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哎，天来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碰了没有？哎呀，天蓝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放开我，别管我！走开，走开！滚开！走开！天蓝，只要你打完了能舒服，你打死我也愿意。堵不住了，所有人的嘴都堵不住了。我心克重，八字硬，嫁到东家5年，3件白事，先送走公婆，接着就是少华他爹，现在连少华也走了。这是老天让我跟他走，这是老天罚我，我还是死了。天蓝，你让董家有了后，你给董家续了香火。断了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断了。不怪你，都怪那个白玉和，是他命不好，他八字刑伤重，克夫。胡说，胡说！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，白玉和命主贵，
他父亲白凤石视他为掌上明珠。当初他嫁到我们董家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说，是我少华高攀了他。他仗着白家有权有势，从来没把这个婆家放在眼里，也从来没有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呀。都完了。他现在就得把你放在眼里，现在就是你扬眉吐气的时候。我要扬眉吐气管个屁用！我儿子没了，少华走了，他是让我去陪他的，我应该跟他走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是，我死活都无所谓。可董家呢？这么大的家业，你就留给白玉和了，啊？你甘心吗？春儿，哎，把少华的衣服给我，我拿去洗洗吧。少华喜欢梅花，我会在她衣服上绣上梅花。你忘了少爷是怎么死的了？少爷还剩下一口气儿的时候，他还在别人的屋里跟别人快活呢，你都忘了？没忘，我没忘，我没忘，没有，我没忘，我没有忘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去啊？我要让白玉和死，给我儿子做陪葬。你让别人怎么说？你刚送走你儿子，还要逼死你儿媳妇？我不管，我要让他先死，然后我陪他们一起死。脏水又让别人来补。难道你让我帮他藏着、捂着？天啊，藏不住也捂不住，丑事可以传千里。只要你信我，沉住气，照我说的话去做，啊！我信你，我可以照你说的话去做。白玉和不会。我要的就是她投生反骨，目中无人。她不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吗？她不就是一帆风顺，从来眼里都不夹谁吗？可别人恨的就是她这点。天来，别怕她，我帮你治她。什么？不让我送葬？是的。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我是他的妻子。你一定要让我说明吗？您最好说明。小春儿，你出去一下。他不用出去，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听。小春儿，把门关上。不用，我没有什么事情怕别人知道的。我怕，我怕，我怕你丢我死去儿子少华的脸，我怕你丢我老董家的脸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去求申，你与2个男人同处一室，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单福全会把那
价值连城的千年古参随便给了你。你要知道，单福全跟我们董家那是有夙愿。参我求来了，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给了他。你衣衫褪尽，头面不洁，与两个臭男人同处一室，一炷香的功夫啊！而且你们闭门不让任何人进去，甚至连你的贴身丫鬟在门外求死你都不让进去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夫人，不是这样的。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是，我是衣衫不整，我是披头散发，可是我求来了参，我是要救少华的命。还有什么事情比少华的命更重要？跪下！小姐，女人最重要的是守妇道，成寡妇又怎么样？我是寡妇，少华他爹生前死后，我都清清白白恪守妇道，这就是妇道，你明白吗？我白玉娥做的一切，天可明鉴。让我求参，我求了；你嫌我身子不洁，不让我见少华最后一面，我也认了。可是我白玉娥干干净净，少华在天上他都看着呢。我必须要去送葬，这是我能为少华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谁也拦不住我。谁要敢阻止我，我就跟谁以死相拼。小春儿，我们走。是。小川儿，三少爷，干嘛不直接进来啊？还要让碧玉喊我？丧家不进门，何况家里现在也不太平。二少爷的后事都办好了吗？嗯，我大哥和傅伯成办着呢。老爷呢？他还好吗？只因为我二哥和姑爷的事儿啊，我爹一宿没睡，这会儿估摸着刚躺下。行了，别站在这儿了，这是自己家，先进来，快。大少爷在吗？在，进屋再说啊！来，你说什么？白家主持？是。这不太好吧？这雨禾毕竟是嫁出去的人呢。大哥，小姐姐就是嫁出去了，可她也是白家的人啊。哎呦，老三你不懂，这跟古礼不合，这应该是董家的事儿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虽说这是董家的事儿，但董家就只剩下2个女眷了。小姐跟姑爷生前感情深厚，总希望这事儿能办得风光体面一些，这才希望咱们娘家人能出面帮忙。哎，小春，我问你，董家老太太知道这事儿吗？你看看，人家都不知道，也没有这意思，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口，这不大好吧？董家老太太就算是有这个想法，也不好亲自开口说呀。是这个理儿。小春，你回去告诉雨禾，这事我们知道了。白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一个姑爷，不能让她走得太寒碜，定会给她个风光。哎，丽媛，你瞎揽什么事儿？这怎么叫瞎揽事呢？自家妹子。再说了，爹最疼雨禾了，也舍不得。反正呢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得跟爹呢禀告一声。如果他同意的话，这才行。好，那我先谢谢大少爷，谢谢大少奶奶。爹，我是觉得这事儿呢，不是鸣锣响鼓的事儿。你看啊，我们刚给国人办完后事，又要去董家主持丧事，我怕这外边有不好的议论。现在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，说国人跟少华呢都是雨禾的至亲，他们一块儿去了上海。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还管外人怎么说？咱们家人多还能应着，这董家就小姐姐一个人，你让她怎么办？我是觉得行了，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。董家亲家母啊，确实是不便出面。
国志，爹，传我的话去准备。丧事一应事宜均由白家主持。是。哎，放那儿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翻过来。小姐，大少爷跟董夫人说了，葬礼啊由咱们白家主持。好了好了。爹同意主持少华的葬礼了。同意了。哎，把这个放上去啊！来了来了。老爷啊，就是心疼小姐。不然也不会答应。想当年老爷送亲的场面，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津津乐道呢？是啊，陪嫁的红木柜子20有8，绕咱们县城10里3回，是一白家闺女，身家丰厚。不是赤脚入门，还带着白家最好的200亩良田进的门。可是又如何呢？当日的风光，今日显得更加凄凉。都怪我不好，怪我多嘴。就算你不提，我也忘不了。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了。当日我只顾着跟少华高兴，忘了顾及婆婆，所以她一直都恨我。她把这口气都撒在少华的葬礼上了。小姐，你别担心，她不敢把咱们怎么样的，咱们还有白家呢。幸好我有爹，我有大哥。玉媛，你干嘛这么多事儿呢？怎么是多事呢？你不是一直想争取商会副会长的位子吗？这一次给董家办丧礼，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出现。表面上让他们看看你白国志手足情深，实际上啊，借着这个机会，你刚好跟他们拉拢关系，建立交情。这一来二去的，里子面子你都有了。你说该办不该办啊？玉媛啊，有妻若此，你说我白国志如果不发达的话，真是没有天理了啊！瞧瞧你八面玲珑的手段，谁能比得上啊？我可不敢鞠躬。不过比二房那对要好多了。你跟他们比什么呀？我要是再不经营，你白家金山银山都被他们抽大烟给败光了。所以说嘛，我说一云，你就是我的贤妻，啊？贤妻不好当啊！眼下二房成了寡妇，仗着生养了你们白家唯一的孙子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排挤我和婉儿呢。他敢，有我在，还反了他。一云，我就婉儿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说我不疼她，我疼谁啊？哎，就像咱爸疼雨禾一样。呸！雨禾心寡，你怎么拿自己女儿跟她比？哦，呸！我就是举个例子，这雨禾他属于命不好。白国志要亲自发丧呢。什么？死的是我董家人，关他白家什么事儿？先别生气，我看也好，就让他白家办。不可能，死的是我儿子，凭什么让他白家办？别哭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呢。我早就算准了，他肯定得回娘家，他在用他娘家的势力威胁你，逼着你让他去送葬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他去送葬的。让他去，干嘛不去？他送葬是他出丑，事儿办得越大，越风光，越热闹，来的人越多，他出的丑越大。到时候出丑的何止是他，我们董家跟着一起出丑。那你就是让人说你一家三口，父子俩都经你手送走了，这是什么？行商克重，六亲不靠。
不是我，那就得是他。借这个机会，一口把他咬死，让他这辈子都翻不过身来。你想想，谁都能饶了你，他饶得了你？万一再让他知道咱们俩的事儿，白玉和不是山茬，他捅出去，别人不说咱们俩是奸夫淫妇。闭嘴！好了，就照你说的去做吧。你站这干嘛？赶紧去办吧！干什么不得手里有俩子儿啊？前几天不是刚给过你钱吗？这就花光了。光有俩子儿也不行，我得有点权吧。我一个臭拉车的，整天往外跑，文博那老教驴每天都盯着我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爹，我看呢，你也别出面了，免得您看了心里难过不是？我呀，这几天想了，这么大一桩事情，我不出面不合礼数啊。爹，有国志在不是一样？少华是晚辈，这个事情啊，就让国志这个当大哥的去忙吧。爹，就算您不出面，我也不会失了礼数的。我以爹的名义订了花盘，还有挽联，我都已经……大哥，别把别人都当傻子。你们俩是怎么合计的，我可都知道。我们怎么合计的啊？这是丧事儿，又不是买卖，有什么好合计的？你们不就是想借着丧事儿显摆自己的人面吗？啊，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请了去，上香寒暄点头打礼之间就把关系都笼络了。说是白家主持，如果爹不出面的话，这出风头的可就是白老大一人。我说老儿媳妇儿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行了，这国人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这么大吵大闹的，像什么话？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，就照我说的办。是，爹。让阿木收账，不是他一拉车的，他就是。车呢，让强子去拉，家里人也少了不少。可是，我正琢磨着把他给辞了呢。那怎么行啊？家里全是老弱妇孺的，没有家丁看家怎么行啊？我老觉着吧，他不是什么善类。你瞧他那俩眼睛，贼溜溜的。按道理说，阿木是我娘家人，论上几辈呢，还有亲戚关系。他就算叫我一声姐，也不为过。你这么瞧不起他，是不是打心眼里也瞧不起我呀？不敢，我造次失言了，一切但凭大奶奶做主。好了，以后收账的事儿呢，就交给阿木。但凡出入账目，他跟我说就行了。您那岁数大了，多歇歇。多谢大奶奶体恤。哟，阿木干嘛去？收账。阿木发财了，收账。去，交给你们老爷。哎，篮子。你给我站住！说你两句就跑，外边就那么抓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半夜出去，天亮才回来，这些事儿我不知道。你呀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我准备在这儿给你安排个位置。这儿啊，您行了吧，爹？您不说这儿还好，一说这儿我更想跑了。哎，你先下来，看你像什么样子，没个正形儿，一会儿让人家看见。都下班了，谁看见？再说看见又怎么着了？您不是会长吗？谁敢把您怎么着啊？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会长之子，那就更应该行政坐稳。
举止有度，为人表率吗？你找什么？爹呀，您这话说这么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我看看这地上是不是让您给砸出个坑来？周永嘉，你还小吗你？送你去留洋，好的你没学会，洋人那些嬉皮笑脸啊，没个正经。您请，你倒是都学会了。行了行了，来人了，里边请。你快下来，下来。行。什么事儿啊？会长，百家大少爷来了。啊，周会长。国志啊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的犬子周永嘉。哦，哎，国志啊，哎，今天怎么想到商会来了？你父亲一向可好啊？哎，周叔叔，这家中突变，父亲身心俱损，所以，哦，我是给你送讣文的。行，他不是白家吗？哦，董家的媳妇是白玉和，陪她丈夫去上海共舞台，结果死了二哥，没了丈夫。董家？是那个东平巷子里的董家吗？对啊，你认识？哎，每次都从后门出，真是不习惯。好歹咱们也是这当铺的老板呀。那没辙，这是行规。典当这行讲的就是夜开日闭，迎男拒女啊。大白天里咱要出入，就得走后门。这规矩啊，说来真是贴心。质押典当卖房产，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。故要等到日头落山了之后，悄不生机的莫进莫出。又怕女子以肉身压熟，所以迎男拒女。可是爹，您可是这当铺的主人呐。一样，是当铺主人呐，更要遵守行规。干这行，最忌讳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了。就算是你大舅子上门，你得装作不认识。只有这份识相体贴，那才留得住客人。哎呀，难怪这条街上的当铺，就是咱们福记的生意最好。嘿，您真是太周到了。哎呀，不就是奴才性子命贱吗？伺候人伺候惯了。麻利点啊！都要动麻利点，快点！哎，这是哪家大户走了人吗？有这么多速配呀？董家办丧事啊？董家？哎呀，我那千年老参呐，老佛爷亲赐的，都成人形了，到夜里还能跑呢。哎呀，早知道救不回来，根本就不该给。你笑啥呀你？我笑一斧刀子嘴豆腐心，您分明就是给了，连声谢都没有。大恩不言谢吗？您连那千年老参都不要了，您还稀罕人家那一声谢呀？我还就稀罕了，不管是谢过还是谢恩，他董家都得言语一声啊。他要真谢了，我单福全可以一笑泯恩仇，可他就不能当做没这回事儿。这上上下下的估计正忙着办丧事呢，可能会亲自登门送上讣文，那是在谢吧？如要真是这样子，也勉强算是懂事了。哎，对，这个，春儿，你说，我娘家会不会也知道了我求身那天？应该不知道。我跟谁都没说。你想想呀，单福全没脸说，是董家他怕人说，还能有谁知道啊？说就说，知道就知道，我没做亏心事儿，天知地知我知少华知，我不怕别人知道。
我是少华的妻子，少华走，必须我来送。组长，您看这事？依我看呐，这件事还是应该按照老规矩办。啊！我要去送葬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哎，这从何说起呀？谁不让你去了吗？这事儿怪我，是我跟雨禾说的。丧夫之痛，痛彻心扉。更何况，他们小两口的感情又深，我是担心呢，担心送葬那一天，雨禾受不了，再伤了身子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他可以避丧。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就让我一个人去承受。毕竟，我是做母亲的。少华媳妇儿啊，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心的婆婆呀。可是我又一想，不行啊，这是应该去送的呀。这是最后一程啊，送走了，就天人两隔，永世不能相见了。再难受也应该去送啊，对吧，孩子？是，婆婆，我一定要去送。对呀，对呀，白家人面广，能不避讳，出手相帮，董家也是十分感念的。各位长辈，这回全仰仗白家了。雨禾，我儿少华死后的哀荣，全指望你们白家了。婆婆，走吧，节哀呀，大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呐啊！节哀啊，节哀顺变，您也要保重身体啊！谢谢三爷。节哀顺变，谢谢二爷啊。婆婆，您是真心让我去送的吗？我真心也好，不真心也好，你赢了。雨禾，我待隔世的少华，我那儿，谢谢你了。娘，我知道咱们两个都是最爱少华的人。少华不在了，可是娘，您还有我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替少华好好照顾娘，好好孝敬娘，请娘放心。真的答应了，真奇怪，他哪能那么轻易的就听咱们的呀？谁都希望董家的丧礼办得体面风光，特别是那些长者，光看了拟定的那些吊唁名单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这回那么好说话？人生真的好没意思。小姐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该想想，回头怎么去谢大少爷。
这回他把事儿办得这么周全体面，可替你争足了不少面子呢。我的面子再足，也换不回少华的命。镜中泪如泉涌，见观似空。时至心有所钟，你偏来拨弄。痴情意似情灯，寒蝉胸口偏遇难吐露，哽咽如虹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念你念只念岁月枯荣。今生缘若花总无影踪，此在谁手痛定思痛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也不由衷。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别为我一瞥惊鸿，一瞥惊鸿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也不由衷。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别为我一瞥惊鸿。